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生。日本正憋新招对付中国和俄罗斯的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美国为何要泼冷水呢？据美国动力网站战区专栏报道，说日本防卫省正在考虑使用配备红外传感器的无人机，为可能针对该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的攻击提供早期预警。从日本公布的报告看，无人机探测系统已经被提议作为应对中国和俄罗斯发展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措施，特别是针对携带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新型弹道导弹。那么，日本提出的这种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方案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由多架无人机携带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来持续监视其领空，并且将收集到的数据回传到地面站。另外呢，日本政府还计划在近地轨道上大量部署小型卫星，组成一个卫星星座，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的高超音速武器预警网。这样的两个高超音速武器的预警网有没有作用呢？理论上讲是可以起到一定预警作用的，因为我们知道，凡是高超音速武器，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无人机，它们的飞行速度都达到了音速的5倍以上，有的呢甚至能够超过音速的10倍、15倍，甚至20倍。那么这样的飞行器，它的表面温度会很高，甚至呢它周边的气体都会被电离。可以这么讲，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就是接近于一个大火球的飞行物。那么用红外搜索跟踪系统来发现这样的目标，可以说难度不大，老远就可以看到。但是能看到又怎么样？美国人现在的泼冷水就泼在这个方面，说你光是能看到不起决定性作用，关键是能够拦截。而拦截高超音速机动弹头、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或者是高超音速无人机，你必须要有相应的反导或者是防空系统，才有可能实现这么一个拦截的目标。那么如果这些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它又具备较强的机动能力，那么现在的防空反导系统基本上都是无能为力的。那么谁能够搞出这种可以对付高超音速武器或者是高超音速机动弹头的防御装置，这恐怕很难啊！不要说日本了，就是美国现在对此也无能为力。要想实现对高超音速机动弹头、高超音速巡航导弹实施拦截的装置，恐怕还得要有若干年的时间才能初见端倪。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高超音速飞行器就会逐渐成熟，就可以装备一些强国的陆海空军部队。那么届时能否开发出有效应对这样武器系统的防御装置，现在恐怕还不能给出答案，还需要各国的军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开发相对成熟可靠的反高超音速武器系统。那么日本政府现在提出的这个反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预警网，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那么最终能否实现，恐怕还要等若干年才能知道。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